欢迎来到黎春正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王一博荣获绝望文盲称号，酒漏语法力加深，粉丝不服百般辩解。恕我年迈无知，经常性的看不懂一些眼熟的字，例如抑郁症和蒙古人、网络收藏家这仨词儿刚弄明白，今儿又碰上一新词儿酒漏语。去查了一下，貌似这个词与王一博的关联度非常高，在查阅的过程中，又收获一新词绝望文盲，这俩词儿似乎都是由王一博衍生出来的新词。啥叫酒漏语？顾名思义，9年义务教育漏网之鱼，说白了就是没文化。可是没文化就算了，还多了绝望俩字，这得多没文化呀！王一博最近被网友刺冒一顶，名曰绝望文盲，听起来是不是有一种雪上加霜、祸不单行的感觉？文盲重灾区没跑了。起因是因为他写错到此一游的游字，但这只是绝望文盲的第一层，真正让他修成绝望文盲大法的，是因为他在由他主演的电影《无名》路演时的惊人表现。路演现场有粉丝提问，如果和平行时空的叶先生，王一博饰演的人物相遇，有没有什么想对他说的话，和导演给了他很多书让他待1个星期，其中哪本书印象最深刻等问题，王一博回复：遇到角色里的人会说什么是吧？首先我觉得这个问题没有意义，我不会想说什么，我们也不会见面。在回答第2个问题时又一度语塞，支支吾吾，看向主持人。我记得还有粉丝问他，你对于参演这部电影有什么感想？因为角色学到了什么？他一样语无伦次，最后干脆说忘了说到了哪里。看过很多电影的路演，这2个问题都属于常规问题，并没超出工作范围，完全是围绕演员职业以及本身所提出的，也是演员经常会被问到的。尤其是电影路演现场，这些问题又是常规问题，王一博提前不做功课的吗？我记得他曾经是天天向上的主持人，无论是语言组织能力还是现场反应都不应该这么差吧？或者说，他曾经的主持人身份不过是浑水摸鱼，混个脸熟，主持存在感极低。粉丝辩解称，我家哥哥只是语言组织能力差，不能证明他没文化。常规字写错，常规问题答不上来，或者说回答的很牵强，这不是语言组织能力差，至少是对于日常工作的怠慢。导演说他会看很多书，为宣发电影给其立敬业人设，结果王一博说不上一本书名，说明他根本不看。粉丝是不是要怨导演给王一博挖坑呢？至于第1个问题就更好回答了，我看过王宝强回答类似问题，他也没文化，但是人家会用简单的语言回答，例如感谢他、感恩有他们的付出等等，绝不会说出这个问题没意义，我们不会见面这样回对式的答案。你塑造了这个人物，你在塑造时一定在心里是跟人物有过对话的，因为你需要走进他心里，才能够成为他，才能够塑造好他。但凡他对人物有过深刻的理解，不会答不上来。这或许已经不是文盲的问题了，而是工作态度问题。绝望文盲的称号，绝非一天修成，但粉丝不愿意承认，不断为其哥哥开脱。真没什么好开脱的，演员文化水平不高是共识，演好戏就可以了，没人真正在意他的文化水平，只是打死不承认百般辩解，只能被按头批判，无他。
梁朝伟也社恐，也不善于表达，但并不耽误他是影帝。王宝强没文化，没有人笑话他，因为他是好演员。王一博没文化，但是舞跳得不错，不耽误有人喜欢他。有缺点打死不承认，挨骂是必然的。九漏鱼和绝望文盲奉上，如一道符，看看你在还敢不敢造次。粉丝的强词夺理就是降智行为，不但没有帮到王一博，反而使他有些东施效颦的意思。没文化对于演员来说又不是什么不可饶恕影响星途的短处，不过是不够完美而已，非要嘴硬，不拿事实的大铁钳拔掉你的鸭子嘴才怪。粉丝说他只是语言组织能力差，不善于语言表达或者紧张而已。如果我问铁匠诗词歌赋，他可能会语塞，但我如果问他什么样铁打出来的刀最好，如何打铁，他只要不是聋哑人，他一定能滔滔不绝。为什么？因为他足够了解，他对于专业领域的知识有足够的自信。王一博没有，他对人物不熟悉，没有深入的了解。一个演员说不出对人物的理解，这很不应该，这真的已经不是有没有文化的事了，这是态度问题了。感谢您观看视频。如果您觉得本时事通讯有用，请不要忘记点赞、评论和订阅。祝您生活愉快，充满活力。再见。